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完成一期揭秘我的产品创意与挑战。上期我们介绍的产品是 Pasty Master 或者是 Pasty，是一款剪辑版软件。今天我们这期需要介绍的产品是 ID Watermark。为什么突然想到要介绍这个产品？是因为今天的话，它在中国地区的商业或者是商务分类排行达到了第7名。这也是目前该软件在中国区可能达到的最高排名嘛。之前是商务排名是达到了第9。产品初期嘛，其实是我学习前端框架 Vue 的一个项目，但当时由于支付的接入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就暂时搁置了。后续因为 App Store 的便利性，就开发了 Mac 端的产品。产品初期也改了很多次的名称，最初也是叫做 ID Watermark，但是当时由于不了解 ASO，销售数据表现不佳，就改成了 PDF Photo Watermark，主要是想表现该软件同时支持 PDF 和照片的手印添加。最近发现这个名称可能比较容易，然后就改回了原有的名称，也就是现在的名称 ID Watermark。好，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如何使用这个软件。首先，我们需要下载软件，具体产品下载链接我将放在视频简介中，如果有需要的，欢迎下载使用。下载好之后，我们需要打开软件。软件整体的布局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软件的左边它是产品的预览界面，也就是说水印的预览界面，就是说我们把图片导入之后，或者是文件导入之后，然后我们添加了水印，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水印的效果。然后呢，右边呢就是我们的控制界面，就是说我们控制水印的一些特性，什么数量、间距、字体、颜色、角度等等。通过预览界面，我们可以选择需要添加水印的文件。软件是支持为 PDF 文件或者照片添加水印的。我们来导入一些文件，我们同时导入一个 PDF 和照片吧。这个软件的话，它是支持批量编辑的。现在我这里是导入一个图片和一个 PDF，你其实还可以导入更多的文件，比如我们再导入一个，现在的话就是2张图片，然后一个 PDF 文件。图片的话是支持缩放的，我们可以再把它调大一些，调的如果很大的话，我们可以左右滑动，就这种。但是为了预览效果，我们是需要缩放的。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图片的话，我们看最右边呢有一部分水印是超出了这个图片的，这一部分的话，大家可以忽略，因为最终在产品的或者是水印的导出文件之中，我们是看不到这个水印的，它是在后续处理的。我这里的话，在预览这里没有做过多的调整啊。PDF 呢也是可以，这个是个 PDF，PDF 的话也是支持查看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效果。PDF 就是简单的上下左右调整也是可以缩放的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不错的一个预览状态了。然后如果我们不需要给某一项添加水印，我们只需要把它从这个预览界面删掉就行了。然后右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控制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很多选项我们首先需要选择就是说导出文件夹路径，因为我们这是批量编辑，我们不选择导出文件它就不知道导出到哪个路径上，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导出路径，因为批量编辑嘛，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所有的文件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去进行保存，然后我们可以再做其他的操作，这样是一个方便快捷嘛，设计初衷。然后我们选择好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选项下方，我这里放大一下，选项下方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选择的文件夹路径，然后其次就是什么水印内容，
水类的话，一般就是跟我们的版权有关的，一般都是添加版权，可能就说，因为你添加了水印的核心内容就是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或者是个人隐私啊，或者是一些说明等等的，一般都是这些相关的。水印数量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添加了一个调整这个的话，因为常用的一般就是一和很多，很多的话，这个看大家情况，因为这里的话。我是给了个选项，就因为是方便一个速度一的话是因为有些人就是他希望整个水印我只添加一个，但是有些人他就说我希望平铺，就是说我能够看到的所有界面，像我们一般看身份证或者什么之类的，他是希望封面整个界面我全部都有水印，就是等间距之类的。然后一般有些吧，他就希望一个可能就是比较特殊情节，所以这里是可以选择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的现在对吧？搜一下一个的话，现在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这是一个的情况。我添加一个，默认呢都是居中的。然后我们这里的话，我们选择很多个吧。然后平铺的话，看到没有？就是添加了很多个。这里大家要注意调整一下。然后水银间距呢，也是在多个水银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可以调整水银之间的距离。你可以理解就是水银之间的距离可以很小。很小的话，这个看起来就比较密集恐惧症，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有一定间隙的，然后就是基本的字体之类的。字体的话，就是我看我们喜欢什么字体，这个字体的话选项也比较多的。我们比如选个 Apple 的字体，然后这里常规的话就是说你选择不同的字体的话，它是有一些粗细之类的可以去调整。我们再换一个试试，Broad。你看嘛，就是它有一些不同的形状，然后这是对齐的话，一般比较多的，这里大家可以忽略吧，因为这个可能不是很明显大小就是字体的大小了这里我们可以进行拖拽，然后也可以手动输入来做到一个精确的调整，这是可以的。然后水印颜色吧，这里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水印，然后比如我这里选择一个红色，然后还可以调节水印透明度。水印的话，可能大部分呢都不会100%的，就是说这样看到会影响到原有图片的还有文件的一个预览效果。我们一般都会选择一个透明度可能透明度比较浅这种这里的话，对吧？看大家个人习惯和颜色这些的。然后底下是旋转角度，默认的话它应该是45度的，一般都是这个斜的角度。当然我们可以这负45可以吗？负40也是可以的。一般的话就是一般我喜欢的话就是45度，然后水印浅一点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翻转、旋转镜像之类的。平铺的话，最后一个是 PDF，这个的话一般应该跟打印有关系的，然后这个的话大家其实可以不用关心的，很少做到这儿整体的水印的话，操作选项特别简单，就这么几个东西没了。然后我们选择之后，感觉我们已经达到我们的效果，然后我们最后我们点击这个，最后我们点这个全部导出就行了。全部导出之后，它就已经导出了，有些可能会比较慢，但大部分都是比较快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添加2个水印的效果，它是已经导出到我选择的文件夹当中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儿就有2个文件，这是刚才我选的路径。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添加好水印的，它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一个斜杠加 market，就是表示已经做了水印的操作。我们可以打开预览一下，看到没有？整体的文件的话，就是已经是添加好水印的效果。然后这个是 PDF，这个的话是图片，看没有？刚刚不是说了，大家可以忽略掉那个预览的这边吗？整体的话就是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效果然后最后说一下该软件的后续需要。目前呢，Mac 端的话是暂时没有新的需求安排，当前的版本功能已经比较完善了。
后续如果销售数据感觉还不错的，有可能会考虑向移动端迁移。我最初没考虑迁移移动端的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移动端糟糕的文件管理系统。因为嗯，移动端它那个文件夹就是不像我们平常的 Mac 端的移动夹，就是说它是一个文件夹或者是一套很好的文件系统。移动端的话，啊，总感觉很奇怪。这个奇怪点在于什么呢？它那个就是说，像你文件，像你有外置的硬盘或者什么，它那个文件夹的属性不是很强。我个人感觉，它都是以应用为主。以应用为主就会导致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导致一个情况，就是说应用之间或者什么什么之间，反正我用的感觉很奇怪。所以本身的话，像移动端的话，如果是图片的，我会是从图库去选择。但 PDF 这种的话，啊、到手机上去对一个 PDF 进行水印添加，我个人感觉这个应用场景比较奇怪，可能会有用户这样使用，但是我感觉手机本身就是一个娱乐产品，然后你去做一些专业性的东西，我个人感觉还是很奇怪的。后续的话有可能会考虑添加手机。然后现在因为我主要现在是 Mac 端，然后后续的话我会继续考虑完善网页端的产品。现在网页端的话是支持图片的水印添加的。现在其他平台像安卓的话，或者是嗯 Windows Linux 品牌，可以考虑使用网页端。现在的话，因为最初我是没接入支付系统的，最近的话是把支付系统给开通了，然后现在的话是能够，现在是能够进行一定的操作。我给大家看一下，像我选择一个图片，图片的话，我随便添加一个，嗯，这图片格式可能有问题，我们再找一个这个吧，看到没有？这水印也是添加像字体大小相比于Mac 端呢，现在选项是比较少的，现在只是图片，然后字体的角度这个也是能控制的，间距这也能控制的。后续的话可能会考虑应该要继续完善主要是第一个是 PDF 的兼容，这个就是字体选择。现在的话，因为网页端还在试运行阶段，可能完善性不是很高。现在导出的话，网页端呢，我现在是用的支付系统，用的是啊、海外的，然后国内的话应该也是能够付费的，安全性大家可以保证，因为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隐私各种平台。现在的话主要是支持一个备保，然后还支持一个啊。银行卡，然后去进行支付支付宝等等的话，因为我现在的产品主要是出海嘛，海内的话，如果是后续用户比较多的话，我会考虑进入支付宝，现在还暂时不考虑。好，今天呢，给大家啊讲了 ID Watermark 这个产品，然后注意的话，就是现在这个产品是处于价格的最低时间段。是原油价格的3折左右。现在的话，我是卖的2.99美元，然后原油价格的话应该是8.99美元，打了差不多接近3折左右。然后如果有需要的尽快下载。后续的话会恢复原有的价格。然后我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我最近的话是研发了几款新的产品，目前的话还是都处于一个产品的初级阶段，然后就是功能性能够实现一定的部分，但是可能美观或者是 UI 等等比较差。然后后续如果完善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在这个系列视频中给大家介绍这些产品，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